大家好，我是宽哥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探秘之旅。今天要带你们潜入地球上最神秘的地方——海洋。你们知道吗？地球71%的表面被海洋覆盖，但我们对它的了解竟然不到5%，比对宇宙的认知还少。大陆棚上的浅海水深很少超过200公尺，全世界的浅海只占海洋的8%，却孕育了94%的生物种类。从阳光洒满的浅海到伸手不见五指的深渊，每一米深处都藏着令人瞠目结舌的生命奇迹和人类挑战极限的故事。准备好了吗？系好潜水装备，咱们一起下潜，揭开海洋的神秘面纱。古希腊水手流传着一个故事，海洋深处住着赛人妖女，她们的歌声能让人失去理智，驾驶船只撞向礁石。传说这歌声从海底传来，诱惑探险者一探究竟。今天咱们就去看看，这蓝色深渊里到底藏着什么魔音。好，咱们潜入海面，阳光在水面上跳跃，波光粼粼，这是人类最熟悉的海洋乐园。普通人游泳就在这3米范围内。热带鱼像彩虹一样在珊瑚间穿梭，海葵随风摇曳，简直是一场热闹的海洋派对。是不是已经让你心动了？继续下潜，阳光还很明亮。咱们来到珊瑚礁的王国，这里可是海洋的热带雨林，五颜六色的珊瑚为无数生物提供了家园。听，那是鹰嘴鱼在捆珊瑚，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。看，一只海龟优雅地划过，嚼着水草当午餐。还有清洁虾，专门给鱼儿洗澡，清理寄生虫，堪称海洋的美容师。往下，到了40米，压力开始考验咱们的身体。这里是休闲潜水的极限深度，超过这个深度，你可能会感到关节疼痛、头晕，甚至出现淡醉，像喝醉了酒一样迷迷糊糊，和那个高山病差不多。很奇怪的就是，人往上走也会产生这个症状，往下走也会产生这个症状。这也是在告诉我们不要去那些地方。截止目前，世界上最深的游泳池是阿联酋迪拜的迪拜深潜，深度达到了60.02米。好，我们继续下潜。70米，在这个深度，人就会产生幻觉。生活在这里的是鲸鲨，海洋里的温柔巨人，它们的体型能长到12米，嘴里能塞下一辆小轿车。但是它们只吃浮游生物，对人类超级友好。100米，这个深度呢，就是专业潜水的极限深度了。传说中，浅海深处藏着失落的亚特兰蒂斯古国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，这座辉煌的文明因触怒神明，一夜之间被海水吞没。那些绚丽的珊瑚和悠然的鲸鲨，会不会是亚特兰蒂斯的守护者，在等待有人揭开它的秘密？阳光地带的生命像烟花一样绚烂，但当阳光消失，海洋会变成什么样？系好氧气瓶，咱们继续下潜，迎接神秘的世界。这里阳光微弱，光合作用几乎停止，绿色植物早已不见踪影，但生命却用更奇特的方式绽放。253米是自由潜水的世界纪录，由潜水员奥地利人赫伯特尼策在2007年创造的。看，那条细长的黄带鱼，号称海龙王。由于长了一个扁平的身体，很像船桨，于是西方人给它起名叫桨鱼，意思是像桨一样的鱼。这个名字虽然形象，但是听起来好像少了点意思。相比来说，它的中文名字黄带鱼就霸气多了。它是带鱼中的王，能长到11米，像一条银色丝带在黑暗中起舞。古人看到它，吓得直喊海怪来了。2011年3月11日，日本东部地区发生震惊世界的9级大地震，引发了毁灭性的海啸和福岛核电站事故。然而就在地震的前夕，灾难似乎早有征兆，因为人们早前发现，在东南部海岸，总有些带着皇冠的奇怪海洋动物不断在水里徘徊。它们有时冲刺，有时放平身子，
有些甚至直接死在了岸上。在日本的民间早就有传说，说这些家伙其实是来自海底神宫的使者，每当灾难即将出现时，神宫就会派他们游到岸上通风报信，而死是为了表明他们的决心。难道这个传说是真的吗？人类也曾来到过这里。2014年，埃及潜水员艾哈迈德·加贝尔背着氧气罐12分钟潜到了332.35米，创下纪录，但上浮却花了14个小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血液里的气泡如果释放太快，人可能会爆炸，这可不是开玩笑，得慢慢浮上来，速度只有每小时25米。再下潜到500米，蓝鲸登场。作为地球上最大的动物，它能潜到这里觅食，还能发出188分贝的低频吼声，传到1600公里外，召集鲸群。更神奇的是，皇帝企鹅也能轻松潜到这里。它们在冰冷的海水中游10分钟，简直是鸟类的潜水冠军。到了900米，大王乌贼出没，这家伙体长可达18米，眼睛像篮球那么大，触手布满吸盘，轻轻一抓就能捕获猎物。你以为它很稀有？错，全球抹香鲸每年大概吃掉500万个大王乌贼，可见它们多得像深海居民。北欧水手怕得要命的克拉肯，传说是一只巨型乌贼，藏在暮光区的黑暗中，它能掀翻战舰，把水手拖进深海，眼睛在夜色中闪着幽光。大王乌贼的出现，让人怀疑克拉肯可能确有其原型。你们说，暮光区是不是有点毛骨悚然？暮光区的生物靠着发光和伪装对抗黑暗，但更深处连一丝光都没有，生命还能存活吗？深吸一口气，咱们继续下潜。进入深海带，这里漆黑一片，水压高达100个大气压，温度只有摄氏1到2度。黑龙鱼是这里的明星，它用发光的钓竿吸引猎物，尖锐的牙齿像外星生物，猎物一旦靠近绝对跑不掉，是不是有点像科幻片里的反派？再往下1300米，蛤龟出现了，这是最大的海龟之一，壳软乎乎的，产卵后还能游回到这里。更吓人的是欧式尖吻鲨，号称哥布林鲨，它的下颚能像异形里的怪物一样弹出，一口咬住猎物，绝对是深海的恐怖杀手。3000米是深海霸主抹香鲸的地盘，能潜到3000米抓住大王乌贼，它的胃里藏有成千上万个乌贼喙，证明深海一点也不冷清。抹香鲸的名字可有来头，它的胃里能形成香脂，古代皇帝用它做香水，香得了不得。1912年，泰坦尼克号沉没在3800米深处，如今已成了水下文化遗产，禁止打捞。导演詹姆斯·卡梅隆潜下去33次，用镜头记录了它的残骸。每次探访，他都说深海的寂静让人既敬畏又心动。水手们说，深海带里飘着幽灵船，船员的灵魂被困在沉船中，永远无法离开。泰坦尼克号的残骸似乎在印证这个传说。卡梅隆说，潜到那里时，总觉得有种超自然的气氛，好像能听到船员的低语。你们敢去听听吗？深海的生物用尽奇招对抗极端环境，但更深处还有什么？咱们继续下潜，挑战海洋的终极边界。这里的水压高达400个大气压，普通潜艇早就被压扁。鲑鱼是这里的居民，牙齿长到嘴都合不上，只为确保猎物跑不了。食物这么少，他们可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机会。6000米，人类的潜水艇开始大显身手。1989年，日本的深海6500潜到6500米。2012年，中国的蛟龙号突破7000米。
这些科技奇迹让我们终于能窥见超深海的真面目。在日本神话里，超深海带是海神龙王的宫殿，魁鱼是他的守卫者，牙齿能撕裂任何闯入者。蛟龙号的下潜就像在挑战龙神的领地，每一次探测都是在试探神话与现实的边界。你们说，龙宫里会不会真的有宝藏？超深海带的生命固然稀少，但顽强。可最深处还有什么？准备好，咱们要去地球的最深处——马里亚纳海沟。2017年，中国和日本探测小组在8178米处发现马里亚纳蜗牛鱼，这是鱼类生存的最深处。它们在接近0度的水里悠然游动，身体能扛住600个大气压，简直是生命的奇迹。更夸张的是，在10660米处出现一个20厘米的单元细胞原生生物，一个细胞比你的手还大。它们的存在告诉我们，生命可以在最极端的环境中顽强生存，也许还能帮我们找到外星生命的线索。终于，咱们到了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，地球的最深处，11034米。海底最深处，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东海龙王的龙宫所在地。1960年，汤沃尔士和雅克·皮尔德首次抵达，看到比目鱼和虾。2012年，詹姆斯·卡梅隆潜下去，只看到虾和荒芜的海底。2019年，探险家维克多·维斯科沃却发现了一堆塑料垃圾。半个世纪的探索，人类从发现生命到看到垃圾，海洋正在向我们发出警告。挑战者深渊比珠穆朗玛峰还高，但到过这里的人比登月的人还少。卡梅隆说，这里的海底像月球表面一样荒凉，但正是这份荒凉，点燃了人类对未知的渴望。太平洋岛民说，挑战者深渊是通往冥界的入口，任何窥探它的人都会被诅咒。卡麦隆潜下去时感到莫名的压迫。维斯科沃看到的垃圾像是深渊的警告，人类不再珍惜海洋，诅咒可能会成真。你们觉得呢？挑战者深渊是地球的尽头，也是我们探索生命和宇宙的起点。海洋的秘密能否解开生命的终极奥秘？从阳光地带的珊瑚狂欢，到暮光区的大王乌贼，再到深海的哥布林鲨和挑战者深渊的塑料垃圾，海洋用它的广袤和神秘，向我们展示了生命的无限可能。94%的生物依靠水生存，可我们对这片蓝色领域的了解却少得可怜。每一次下潜，都是人类对未知的敬畏和挑战。波利尼西亚人说，海洋是海神塔加罗亚的眼泪，孕育了万物。当人类破坏海洋，海神会唤醒深渊巨兽，提醒我们敬畏自然。下次当你站在海边，凝视那无尽的蓝色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是亚特兰蒂斯的辉煌，卡拉肯的幽光，还是深渊的沉默？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神秘的海洋，继续探索它的奥秘，因为在蓝色深处藏着地球最美的秘密。感谢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